大哥，你这个一只手炒鸡方便吗？方便，没问题。哈哈哈，一只手炒6个锅啊！店名就根据这个一只手起的。哦，店名就是一把炒鸡，就是说一只手的意思啊。对对对。您干这个干多少年啊？然后5年了。5年啊。这个算地锅鸡还是算炒鸡啊？这是地锅鸡。地锅炒鸡啊。您这个胳膊是出车祸还是什么啊？受伤？在工厂上机器给移掉了。哦。然后后来才搞这个炒鸡是吧？对对对。搞得相当好啊！你看啊，这个看着也好有食欲啊。小铁锅，地锅灶，师傅挺励志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麦总。今天我在临沂沂水，这2天我们在这边赶大集啊。听闻这边有一个正能量的小伙断臂，然后做了一个炒鸡的笼装，生意相当火爆。大爷，他们家生意怎么样？生意很好，很好啊。味道怎么样？可以。哈哈哈，走，我们去尝一下。你看啊，都是来的车啊。这个点已经8点半了啊。按道理讲，饭点已经完全过掉了啊，很火爆。师傅，他们家炒鸡味道怎么样？啊，味道特别好，特别好。你们都是本地人吧？啊，本地人，我们经常来，老熟客。他这边还是挺有感觉的啊！你看，一个大肠道啊，这个老板做的是相当大，包间这么多，包间全满。你看，都是吃炒鸡的啊，小伙挺厉害。临沂啊，很多都是这种小桌子啊，我就喜欢这种小马扎，做矮桌子的感觉啊。哦，你们都是这个是？对，纯正花生油。花生油啊？对，放一勺花生油。哦，这样啊。然后放大姜。姜啊。不过油炸里这个鸡。这生炒的。生炒啊。直接炒。哦。就是这个鸡啊。这个鸡是什么鸡啊？正宗的土鸡啊。土鸡啊。叫土鸡啊，就是笨鸡。那我们刚才点168套餐，这个鸡单卖多少钱？单卖的话是108。108啊。黑爪子土鸡啊。对。然后配料也很简单，你看啊。很简单。姜、葱、辣椒。真材实料的都是。哦。然后再放一点这个花椒。花椒啊。放这，这就是成了。你一个人搞6个，我感觉。啊，一天下来他的。累了啊啊！对，基本上都是他炒啊。你们是夫妻俩啊？夫妻俩。啊。这个店干了多久了啊？这个店啊。这个店是过了年之后搬过来的。哦。那2个店加起来，应该这是第6年了哈。第6年啊。炸这个样子就放鸡行了啊。哦，生炒啊。对，生炒。硬煸相当于哈。对。然后煸好就可以了。这要炒多久嘞？这个煸炒大概得7、8分钟吧。7、8分钟啊，然后再炖是吧？然后再放水里面给它炖熟。哦。然后最后收汤汁。这个是沂水的风格还是临沂的风格嘞？沂水的是吧？沂水的啊。就临沂这边炒鸡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是吧？不一样啊。哦。你们夫妻蛮厉害的，这个开的挺大啊。不大哈。用心做就好哈。一天现在能卖多少只鸡啊？最多。现在啊。他家发货的，不一定，100多只吧。100多只啊。对。100多只。再多这6个灶，其实忙不过来了哈。对，忙不过来，接不过单来。接不过单了。这个话基本上就是今晚上你能看得到，就是基本上晚上就是翻桌子30多桌，中午30多桌，在家发货的。他这个又不好说一大锅炒，只能一锅一锅炒是吧？必须一锅一只。一锅一只啊，这个就是费事啊。而且大哥确实蛮累的，这样。累啊。正能量啊。正能量。你们以前做什么的啊？我以前啊。以前在纺织厂，在工厂上班。就是在纺织厂受伤的啊。在那个纺织厂上班的。就胳膊也是在纺织厂受伤的啊。也是在那受伤的，做工伤嘛。哦。我们是08年结的婚哈，然后他
他是哦，是受过伤你们才结的婚啊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恋爱的时候他是有手的，然后07年受了伤，我们08年之后我们结的婚，然后他一直干到了是15年，然后辞了职，辞了职接着就是上班就是在那个地方不方便了啊，对，受的伤哈。多多少少哈，有点那个什么也不方便，然后就想自己创业，接着就开了炒鸡店。平时炒鸡比较好吃嘛，对，朋友同事都叫他一把手啊，一把手。接着开了炒鸡店就一把手吧，哦，店名也叫一把炒鸡。炒鸡吧啊，就那样，就起的名字，一直就是到现在啊。哦。一只手炒吧，多多少少有点不方便。时间久了习惯了就生意好多了就慢慢把自己逼上去了是吧？对对对。你看煸出油。对对对。哦，再放点辣椒啊。这个辣椒。这样差不多的时候放点红辣椒。哦，就是干煸硬煸哈。对。目前就炒出来好吃。哈哈。这个放什么？酱油啊？对，酱油。哦，这是沂水的炒鸡啊，硬煸，不放炒鸡酱的啊。对。独臂大侠，夫妻俩啊，干这个店干的相当大，然后加水就炖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啊。见证沂水炒鸡的美味啊！我老公吧，那个受伤，当时叫一般人的话他接受不了，但是他的心态哈，就是我最佩服的一点，心态很好。就既然就是受伤了，他当时就说了，既然这个受伤了，就面对现实，就是对生活，对什么，就是特别强大是吧？就特别对，然后都跟我说你不要伤心，当时我伤心难过呀。啊，他劝你啊，对我们那时候我们恋爱嘛，他说我伤心难过呀，他说你不要伤心难过，我什么都能干。啊，事实就证明了一切，什么他都能干。这个鸡的味道嘛，然后大家可以尝尝，反正我们家的挺毛的，都是老顾客介绍的。看一下啊，168套餐实不实惠？这个叫沂蒙小炒，他们管这个叫刀鱼，就是带鱼啊。炒花蛤，这个叫什么？新迪美，腐竹炒芹菜。我们静候炒蹦鸡，地锅炒蹦鸡。好，这个就好了啊，漂亮。鸡终于来了。漂亮，山东的物价啊还是可以的。这个是腰子，跟腰果一样。我们挑几个大鸡块尝尝啊。闻着就好香。不，它这个鸡特别有韧性啊，就是感觉自己家啊，小的时候自己家是那种大公鸡那种口感啊，特别韧性啊。没有那种木渣渣面的那种口感啊，味道不错。我们再挑一个筷子，鸡块，蘸蘸卤子。你看它这个汤汁啊，收的也很黏糊啊。你看啊，基本上我感觉鸡烧成这样了，不要水唧唧的，汤汁挂成这样，就会很好吃啊。再加上鸡的口感，确实不错。其实也挺麻辣的啊。沂水炒鸡，再来一块啊！找个鸡腰子。我这两天赶大集啊，有点瘦，我得补补。你看，鸡腰子好东西啊。
它最后放进去的啊，特别嫩，特别嫩啊。它这边啊，宜水的主食，你看啊，吃的是煎饼。其实这个菜也很好，就这个叫什么瓜子烧这个小鱼，又咸又鲜又辣，还带点坚果的香味。但这个煎饼我是真的吃不大惯。刚才老板娘给我端了点这个馒头啊，我们吃馒头，过来。我小的时候也经常这么吃啊。我们老家苏北烧的鸡啊，咸鲜跟的一模一样，它没有这么麻辣啊。这个啊，不是乱讲啊，真的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啊。我们小时候真的是这么吃，用馒头蘸红烧鸡这个汤啊。他的店老板是一个断臂，特别正能量啊。这一桌你看168，很难想象能168吃到这么多啊。总结一下啊，这个店啊又便宜又好吃，老板相当励志。临沂啊，宜水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，非常不错。